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，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，我们的老朋友啦，Kason 哥。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选了一款无人知晓的威士忌，今天真的是无人知晓。然后呢，他特意在无人知晓的威士忌之上放了一瓶致富的蓝叶。好，所以记住了，今天的蓝叶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坐标尺。那我们今天分别要尝的4款酒，第一个就是致富的蓝叶，然后呢有一个无年份的酱，这是一个日本的新的品牌，然后还有一个它的27年的酱，然后还有一个15年的江户。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相当于全球首发，可不可以这么说？也就是说，在这之前没有人尝过这些酒，那我们是第一次为大家去品尝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先开始尝，先尝再说。好，第一个这个，我刚才看到我说，真的导演刚才给我倒了一杯白水啊，后来发现比水深了一点点，那么一点点。来，我们尝一下。让我回想起来松井的那个弱弱的甜美度。它的金色的水果，就是说那个梨子、青苹果的那个味道会重一点，有点不是像那个有点像清酒。酒曲的味道，像了加了度数的清酒，真的很像清酒的味道。就它那种苹果的，就包括梨子啊，然后可能还有点类似于哈密瓜之类的那种香气。它是有一点点甜，在里面我都能品到一点点那个类似于米香的味道。我觉得这酒我们需要加热喝。给它热热，放微波炉里面热热再喝，我觉得这个酒的香度会出来。有点让我记得我之前有尝过一款日本酒，里面我有尝到这个味道了。之前我们是有试过那个金跟那个钛。哦，你这么说，我记得金跟钛上面也会有这一种味道，因为它是谷物的嘛。对，它是谷物的。然后好像那个金的话，它直接是用的是大米，它有一些很特别的感觉。所以这个还不错。来，我们来尝一下第2款。焦糖，酸梅汤。对，酸梅汤的味道，很重的雪梨桶的味道。是。焦糖，然后巧克力。我觉得就是在闻一个重雪莉桶的威士忌。但是它跟苏格兰的又不一样，苏格兰的酒体闻起来就很饱满，其实这个很轻柔，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那种橙黄色，而且它没有说特别浓，没有那种焦糖的颜色。你看这个就是焦糖的颜色，看这个就是柠檬黄。这坚果的味道也挺重的。这个挺好闻的，这个酒，这个闻酒很香，然后带有一点点的那个油脂的香气。好好喝。菊花的香气，你喝起来就像一个威化饼干一样，很浓的那个，一上来它有点点酸头的那个酸梅，然后到后面就变成了焦糖的味道、海盐的味道。它那后面不是油脂感，我觉得是海盐，也是偏向于那个坚果类，带着的那个香气。这个味道挺长的，但是它酒精感不是很长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喜欢，苏格兰那种骨感的威士忌的人不会喜欢日本的这种，但是喜欢日本威士忌的人一定会喜欢这款酒，就是它带有，我觉得这款酒比咱们当时喝的山崎12还好喝。好喝多了。它这个味道，它味道层次很多，对，很多变，但它不是特别浓郁的那种，那个雪梨桶的那种，是就是柔和的，它没有爆发的点，你发现没有？就从头到尾没有爆发。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日本的酒其实就是应该水哥就应该这样的，就是说慢慢喝，可以慢慢喝，然后比较适合配汤的那种感觉。我们来尝一下第3个。是什么？奶油糖。奶油，真的是，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的那种，就是奶油威化饼干。对。然后就是蜂蜜。我就在想说那个味道什么是烟草的味道。对，是吧？有点烟草的，也有一点点的糖香。就甜嘛，这个酒闻起来就很甜，超甜的。
然后有点类似于茶叶的味道。其实它整体的味道很偏东方的那种。它也有一点点酸梅。哇，其实你跟我说，如果是这个是水藕桶的话，我绝对相信，因为我真的能闻出来檀香味。对，檀香味，然后就是说包括它那烟草的那种木质的香气。这是香蕉苹果，是香蕉苹果的味道。来尝一口，其实它味道也挺多的。这个好喝，这是蓝叶的味道。它是相对刚才这个来说，它的味道变短了。我们喝了这个再来喝它。这个是上面一入口就是在舌尖的那个味道，一下子就有点像在那里，就是一口冰淇淋的感觉。就跟它对比的话，是比较短。对，觉得它的味道会走得有点快。就是它的味道太集中了感觉，但是这个酒很好喝。就是说你在苏格兰威士忌上面也能喝到的味道，是，对吧？有点像格兰雷味，好喝，但是会少一点点记忆点。但是我觉得它闻香气的时候，我会更喜欢它的香气多过于它的口感。我不喜欢它的香气，我觉得它的香气太奶油了，就是它的味道就它盖过其他的味道，你要很仔细的闻。对，它是它的里面带有的那种东方的韵味，其实很特别了。第四个，哦，酸梅味，也是那个以雪梨桶为主的，很雪梨桶，好雪梨桶哦。这个没有那么酸，这个稍微压了下去，然后对，稍微压了一下，然后它的酸度没那么高，没那么明亮的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陈年好长时间，然后都已经浓缩了的那种酒的感觉。但是这个味道闻起来会比较舒服，其实是很舒服，闻起来很舒服。可以这个巧克力味也很重，就那种黑巧克力的。我刚才没有喝很多，就喝了一点，就是感觉就是2-3滴，就觉得就炸开了，一进嘴就开始炸开了。会以为是酒精，其实它完全没有酒精感，没有酒精感，就味道炸开。那个味道真的就是一款很老的浓缩，就是在喝极致糖浆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就浓稠的感觉。就是前面太足了，很足。然后其实就是说，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老年份的酒，它可能就是说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它可能它必须得去丢失一些它的部分，它酒里面的一些东西。那所以其实相比较下来，如果你说这几款让我挑的话，其实我会选这个，它的味道，包括它的长度，它的多变，就它的那个平衡性了，就是说它的桶跟原酒的之间的那个平衡性，它会做得比较好。这是其实很多喝酒的人可能都会这样，就15年到18年。那其实是对于我来说，我是觉得在酒里面，我是觉得是最能得到满足的。对，我是觉得这个区间是它能够有一个平衡感的一个时候。好，我也推荐这一个。好了，请导演给我们执笔，我们写一下我们的答案吧。猜错了怎么办？不可能猜错。第一个你选的什么？酱的无年份。我也是。第二个？江户15年。15年，没错。第三个？蓝叶。我也选的蓝叶。第四个？酱的27。我也选的。那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。好了，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，跟我们答的今天是完全正确，因为这4款酒实在是太有特点了，各有各的特点。每一款都真的，你就喝完一次之后，我估计你不可能忘记。对，再拿出来喝还是会记得它。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第一款呢，这款酒就是一个无年份的酱，这款酒的市场售价大概是个80到100美金的样子。第二款的江户的15年要到300美金。那第4款的蓝叶之前也有做过一期视频，就有介绍蓝叶和白叶。那今天的这瓶蓝叶呢，市场价钱大概在200出。然后最后一款27年的酱，它的市场售价大概是在1000美金左右，真的是挺贵的。日本那边这种高年份的酒就很少，很少。其实我觉得好像是我第一次喝到这么高年份的日本酒。是我们没想。我觉得就是说最让我惊艳的还是这个，这江户真的。
江户15年也是我的最爱，其实对，真的是让我惊艳的一款酒。我觉得它在这个价格，然后所喝过的日本酒里面来说的话，这一款酒真的是给我印象，现在来说应该是最深的一款。这3款酒其实是同一个公司做的，的那个社长，叫山田将辉，他就是说他其实他也很喜欢喝威士忌了，他本身是在做的是什么呢？他做的是在日本。到处跑，然后去找那种就好的烧酒、清酒，然后他把这些酒呢是卖到那个美国来的，所以他一直在致力在推广这个日本的这个酒的文化，然后其实他也很喜欢，就是说日本的，就是说其实包括桑崎，其实他都很喜欢，然后他桑崎跟那个竹鹤这一些来说，其实他更喜欢桑崎那一类的 ，OK，因为他更喜欢就是说他要做的是。日本风格，对，他很喜欢这个，然后他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他包括他用这个酱，其实是我觉得特有气势，有没有？就是他这个小蓝瓶，就是那种 Tiffany Blue， 好漂亮。然后他用那个酱，其实这个酱其实他是受那个中国文化的影响，他觉得就是说自己希望他自己就是说出来就是有大酱之风的，他想要去引领一个日本的这个威士忌的一个潮流。山田先生他的人脉还挺广的，他一直在跑那些酒啊什么的，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很多日本威士忌酒厂其实原本都是江临倒闭，到处找钱，很多以前都是做烧酒做清酒，很多在做这一类，然后后面转型去做那个威士忌的，你看好像松井。山崎也是啊，山崎之前做红酒、做清酒都做过，都基本上都是从这些酒厂转过去的了。所以其实他基本上这些酒厂他有打交道。然后在清景泽就是说那时候经营不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有报价到给他的。多少钱？应该是报了一个1000万美金。对，1000万美金，就几瓶酒的事情啊。他是包他的这个品牌，然后包他的所有的库存，原酒，对他的库存，然后就是说1000万美金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山田先生他其实他有去品尝了，去试了这个金井泽的酒，对于他来说，这个不是他认为的日本威士忌，你知道，因为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金井泽，其实它的味道会更偏向类似于麦卡伦。然后，而且是加了泥煤味的麦卡伦，它偏向那种风格，所以对于他来说，他觉得这个不是日本的，所以他当时他就没有接受那个报价，然后他不要。我估计他现在肠子都悔青。后面他是很后悔的，我估计。其实他只看到就是说后面其实清景泽的到后面一瓶难求了，然后包括其实松井，包括致富，一个一个的起来，对，一个一个的再起来之后，他就。发现就是说，其实在日本其实还有很多这种，因为他一直有他在打交道，还有很多这种酒厂，其实他可以想要去找这些酒，因为他自己不会酿酒，他只是知道哪一些酒好，然后他把这些酒，对他类似于我觉得有点像独立装瓶吧，对，有点类似于一个独立装瓶，所以呢，他就发挥自己的优势嘛，然后因为他就去。各个酒厂那些什么就大家还没发现的地方，收人家原酒去了。对，因为其实很早之前，很多日本的这种老酒厂，你看，包括这个酱的27年，其实这个酒厂其实就已经是很早之前就有的了，然后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。他们只需要一个点石为金的人。对，然后就是说山田先生他就自己去挑然后挑到了这几款酒，然后为什么会有2款叫酱，一款叫江户？其实江户呢是。我们很喜欢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。对他自己也是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款酒，因为他觉得他这个是应该是最有那个日本风格的。然后，所以他江户是因为他本身他是江户的那个在江户那边的人，所以他用一个就是自己家乡的名字去命名这一个酒。也算是他的一个情怀吧，而且江户其实很好听，就一叫你就记住这个江户，酱也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他是用了算是他的一种情怀的寄托，所以这几款酒喝下来，其实每一款都各有各的特色，各有特色。然后2款都是属于中雪莉桶的味道，然后这一款就真的像在喝一款高级的日本清酒。真的很像在喝一款日本高级。如果你们喜欢清酒的话，一定要对要去试一下，要试一下这个酒。好了。
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，记得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